好，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那么这礼拜呢，我们知道市场的走势是非常动荡的。那么在这么非常动荡、剧烈、非常波动、非常剧烈的市场中，我们去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当下走势非常强劲的半导体和科技板块，是否在后面的走势中会补跌？那么市场到底是强还是弱？我们该如何去判断？那么我们呢，请您今天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付费内容免费点赞，我们开始吧。好，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美银的团队他们所给出的一些分析。那么这个分析就特别有意思了，这个分析整体上是一个偏熊的这么一个分析。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图是讲的叫做什么 Tightening Lending Standards for Small Business。那么这个就想什么意思？就是当Fed 这个加息的窗口在不断的一个增加，或者说这个 Fed 它有 discount window usage， 就是当它的这个窗口在逐渐的收紧增加的时候，我们可以它理解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当金融体系收紧抽水的过程中，那么对于我们说小银行或者说 small business 这种 lending， 它的这个标准是逐渐的这个收紧。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市场对于小型的商业和小型商业的这种扩张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非常收紧的这么一个状态。而这个收紧的状态呢，一定要持续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持续到这个整个金融市场这个金融体系放水的周期开始，而且它们之间会有一个滞后性，就是市场上我们要知道，市场的这种繁荣其实很多程度上是取决于小的商业，而小的商业它是500的走势，那么它正好是回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回测了下降趋势线，但是仍然是一个弱势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那比如说我现在也分不清楚，对吧？比如你说我也分不清楚到底当下的走势是一个多头趋势呢，还是一个空头趋势。那么从传统的技术分析上，我们喜欢的是只要出现次低，然后呢出现新高，这个趋势就应该是向上的趋势，所以它会容易在这儿就画一个什么趋势线。但是这个地方大家看趋势线又给你跌破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跟这个次低差不多的低，那么你想想，从传统的技术分析上呢，就是一个比较难以控制或者说难以判断的一个多空。所以我们经常说顺势而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对于势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所以你每个人都说自己是顺势，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逆势，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点。那么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方法来看这个走势。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就是我把 K 线给你全关掉了 K 线，那我们就剩下一个均线系统。那我们看，大家看，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不是一个下降趋势？反弹刚要转势，大家看紫色带也是向下的，那就向下，继续向下。反弹之后，这是个向下趋势，反弹向下趋势。这个地方纠结了一阵之后，又是个向上趋势，然后下降趋势，向上趋势，下降趋势，向上的一个上升趋势。那这里还是下降趋势，对吧？那么我们即使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看，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就是用简单的方法看。那有时候朋友说我非要抄到低点，不抄到低点就特别的难受，那实际上你的成功率其实也低，所以你在这个势头让它这个地方转势以后，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做，对吧？那我们看这标普2，那我们来看你的 QQQ 如果我们做的话，这里是什么趋势呢？大家看，这是个上升趋势，很明显的上升趋势，然后下降趋势之后，这里其实还做出了类似于一个 W 底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 QQQ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上升趋势，对吧？那你就按照一个上升趋势去做。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判断它是一个止损呢？ 296.86， 为什么？因为这是黄色线的一个支撑，如果跌破了，那这两根均线就要拐头，拐头就是改变一个趋势。
那我们简单的去判断说，那这样你是不是可以就判断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帮助你去判断一个什么样的趋势。那么再换一种方法来判断，那么就是你可以去看，就是如果我判定了一个是趋势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选择逢低买入还是选择逢高卖出的这么一个状态。好，那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当下市场中4大指数走势极其不同，像小盘这个地方都弱成啥样了，这个地方延续的一个什么大力的一个下跌，而我们看到纳斯达克的走势走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分化。那么对于 equity 市场来说，你从标普五百的角度来说，这里面做多股市中的就是做多这个股市或者说做 equity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它就是难，就是不容易啊。那么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黄金的角度上来看，大家看一看，那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大家看，这是一个什么呢？向上的一个大的趋势，回调之后形成了一个小的 W 底之后迅速向上啊。那么这一波的黄金可以说是非常凌厉的一个上涨，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突破，形成了一个次低点，这里又是一个 W 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升趋势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对于黄金来说呢，我自己本身也不是非常擅长做或经常去做。那我们可以再关注什么呢？我们可以关注比如说国债，国债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多讲一讲。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说过国债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箱体运动线，它是强势的一个箱体运动。那么比如看这个位置上和这个位置上分别是102到101，这个地方是109，也就是在109和102之间的一个震荡。那么现在均线向上以后，它的支撑区来到了104附近，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操作的方法就变成了在104左右的一个跌下来，就在104左右卖 put， 涨上去就109左右买CC cover call。那如果你没有这些期权的知识，或者说期权去做，可不可以做所谓的高抛低吸？就是在这个区间内做所谓的一个高抛低吸，涨上来就卖，跌下来就买。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之为弱则时，就是我知道很多朋友特别要择一个精确的时点位要特别精确，但实质上交易的核心并不是去猜测所谓的点位。就算你抓到这个最低点又怎么样呢？你没法去下一个非常足够的仓位，或者你也很难去猜所谓点位，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损益比的交易机会。因为很简单，它不一定所有的猜测都到你这个点位，或者到了一个点位又下去了，该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做一个弱则时尽量降低它的成本，来回刷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就会面对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突破，我在这儿突破了，那么我的这些 cover call 一定会闷住我的这些仓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马上做出一个突破买入的动作，突破买入就直接相当于一笔新的交易进场，你这些剩下闷住的就不管了，因为你的权利金还是能吃到，对吧？那么你要说就非说那我这突破又是假突破了怎么办？如果是假突破的话，你之前被这个 cover call 闷住的这些仓位没有动的情况下，下面的这些你这个突破买入又可以进行止损那么止损的话无非就是损失一点。那么你想一想，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好了向上突的准备。那么向下突怎么办？如果向下突的非常厉害，比如说我们明明是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但是长债比如说突然间的一个加息，或者说突然间有一个通胀的变化，它向下突，那么跌过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可以进行对于下面再买一些 put 来兜住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损失，只不至于让损失比如说一直向下跌。假设说我们通胀实在搂不住了要涨加息到 10%， 或者加息到 20%， 最高利率联储终端利率到 10% 了，那对于我们来说 TLT 这个敏感度，那它的波动肯定会很大。假设这种情况会发生，我们也要有它的应对之道虽然这种可能发生的概率极低，但它不代表它没有这个可能。所以
我们也针对它有一个应对的这么一个方案。好，那我们再回到当前市场上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说，当前市场上纳斯达克这里面走势和小盘和标普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纳斯达克，这个叫做一枝独秀。大家可以看一个周的这个热力图，所有的这些大科技走势都极强，走势极强。那么我们判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后面触底的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判断市场如何判断市场这个纳斯达克会不会跟跌。那我们来判断我们来分享几个数据。一个是市场的这个深度，我们知道上次我们看到市场深度之后，它的市场深度来到了一个极值之后，连续的就是一个回探。而注意，那尽管是纳斯达克的 NMO 的这个市场深度这个市场深度仍然是一个弱势区我们虽然涨得很多，但它仍然是在弱势区，对吧？那我们再看纳斯达克那 NMO 的这个数字，那就始终是非常非常低。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这一轮的上涨，指数看起来非常不错，但是它的深度却非常非常的差，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上这些大的块头的，比如说微软直接一周上 12%， 谷歌10%几 10%， 对吧？ 12%， 这个 4%， 那你看我们英伟达 12%， 半导体大科技狂涨狂涨，然后呢能源狂跌那这些什么呢？还有就是小型股票狂跌，也就是意味着市场上这一段的深度的发展是非常弱势的。因为我们再看其他深度，大家看其他的底部要瞬间，我们知道瞬间就有一个什么往红往黑的变化。大家知道，你真正一个好的底部一定是瞬间从红变黑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从红变黑的过程，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齐头并进的上涨。而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市场上的走势，虽然是它，而且它不是底背离，底背离是你越来越低，它这深度上去，这是一个一个向上抬高的过程中，它抬高的速度太慢了抬高的速度太慢。我们来看纳斯达克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深度虽然反弹的非常多，是因为微软这种大家伙在前面冲锋，也就是说冲锋陷阵的不是小弟，是大哥冲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小弟们纷纷的落后了这个市场，或纷纷掉队。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大家知道我的一个判断，虽然纳斯达克这个地方是趋势向上，那么我会在这里面非常密切的关注这根阳线，从技术上这根阳线所带来的一个支撑，那么这就是大约在300附近的这个位置。那么300附近的这个位置有量的这个大阳线一旦变成了阴线的吞噬，比如说阴线在这吞噬，那我们瞬间就可以确定这里是什么呀？进行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偏空的一个操作，就马上进入偏空，因为剩下那几个已经是地上趴了。比如说小盘，你说这个地方反转，它距离反转有着非常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一波的下跌太凌厉，这个开口太大，你就算反转，你要在这用时间向上折腾震荡才能往上拉。因为什么？因为这一轮的下跌太过犀利，就像一个刀子落地砍了你一下之后，你是重伤，你需要一个恢复，所以小盘你要指望它深度直接上回去，这是非常难以期待，或者说不能说不可能吧，难以期待，除非你大阳线抡上去，要不然的话小盘是很难恢复的。所以小盘很难恢复，然后纳斯达克这里又是几个大家伙上，所以我们知道对于市场上一个寻底的一个过程市场上一个寻底的过程，那么我们要等待的就是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的血筹码，就是当市场上出现严重的一个恐慌，比如这个位置上恐慌，非常恐慌，这个位置上非常非常恐慌，非常非常的恐慌。当市场出现非常恐慌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物极必反，你就拥有了一个很好的买点。那另外一个买点，我们就是在于牛市过程中，大家知道牛市的时候不会出这种，很少出恐慌，一个底部跌几天就上，跌几天就上。那像这种的话，
你还能出点恐慌，大多数情况就是一个回调就上，回调就上，你不可能等待像这种就给你恐慌，它能到它有个 ABC 或者说走几段这就上去了，你忍2天就上去了。但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能等所谓的一个恐慌，为什么？因为这个位置上你只要有一个下跌就可以拜 deep 了。可是现在的话，我们是仍然处于弱势的环境下，你要等待一个比较恐慌的一个状态的来临。那么这个比较恐慌的状态的来临，就是我们说的物极必反原理。那么如果没有等待这个恐慌的来临，那么我们就要等待4个指数同时向上走好的这种状态才是个底部的特征。那肯定很多朋友又要说了，都涨好了，你等我都赚了一大笔了，那是你要赚钱的位置，你在这个位置上，比如说你去抄 FRC 什么小银行，那是你能赚到的钱，你的认知，你愿意去搏，没有任何问题。但对于我来说，我愿意赚的是一个安稳钱，就是当整个市场形成了好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可以找到强劲的板块和强劲的个股。那么这就是整个我对大势的一个分析，所以我的 bias 或者说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认为纳斯达克在这段时间反而是更加危险了，而不是更加强劲了。好，大家我们来看这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几个热门的股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AMD， 大家相信啊，如果你要看了我之前的那个视频叫做2023年的赛道之王，我对 AMD 的基本面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作为 AMD 的一个粉丝吧，苏妈粉丝，而且是这个热情的粉丝之一。我们知道我在去年开始就对 AMD 进行一个抄底，可能就是60多、80多分别做而且做一些领口保护那这一轮的下跌那真是狠真的是狠。那我在赛道之王这个视频中的时候，我正好它就是回踩这个位置。而且我们对它的那个财报也分析了那么果然VMD 没有让我们失望。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整个几个操作一个是我们底部的加仓，或者说这个位置上的一个 trade。那这个 trade 的话，我就吃了这一段，也就是从78到87的这一段这个我们已经在 Discord 中分享过很多次了。那么这点突破了以后呢，我基本上维持着我投资的仓位。那么现在的话，我们2条线就是一开始大家问90要不要 CC 或者说做减仓，我个人呢跟大家讲，但是你的仓位你怎么做，那你要看你自己的风险，你去承担，你要自己去考虑我该不该减仓。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我的一个投资仓位就是看到200，但是我要密切关注它的风险有没有增加，因为这段涨势有点太凶了，之后我们已经快到100了，那么100附近我认为是一个风险点。那么对于我来说，我除了有 AMD 以外，我还有其他的股票，所以我选择的这次的对冲，我并没有给 AMD 上领口，我是选择了做了 QQQ 的一个看空的一个期权的价差来做对冲和看空这个地方我是这么做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2023年的赛道和投资的这个赛道上，你看大家看微软的走势，我说如果跟 AMD 那个对比，其实你发现都差不多。这个地方一个突破了以后还可以再往上攻，但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看到280和290之间，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了。而且我想跟大家说，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市场上现在对微软是一个卖出的，有很多资金在流出，那是因为这一段的一个炒作应该要出了一个尽头，也就是大家在确实我们可以花时间再了解一下微软新出的这个 Copilot 的这个系统，整个对未来的软件行业和我们整个后面的这个云服务业务有什么影响。但当下这个走势，我是在这是看谨慎，所以我对微软和 VMD 他们一股脑子的，还有一些苹果什么的，就是直接下的是 QQQ 的 put 做空。那么对于这些资产类的我当下没有给他们个别的去操作。那什么叫资产？我想跟大家说呢，就是美股里面的优质资产往往是个名牌。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是不是优质资产，它一定是优质资产。麦当劳是不是是啊。迪士尼美股第一蓝筹，对不对？咱们说完之后，咱们是这个地方也做了一个机会，对吧？你一下从底部我看到了这位置，比如说我自己买了90多，
我实在没法通过一个基本面分析给你找到84这个买点，实在没这能力。但是大概我们这个位置就是个投资非常不错的位置。那你这一波上去之后，没想到能涨这么多这么快，对吧？那马上你就可以做一些保护。那它一旦这个 AR 出来，假突破一出，你看马上就又歇了。那歇了之后，我们大约又可以在这个附近又再找一些机会又可以做。波段是这样，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那迪士尼你可看着的周期就更长了，根本就不用管它。那他们这些都是优质资产的话，它是名牌的优质资产的交易，就要你从投资的角度把它当做一个学区房，除非这个学区的学校出了特别大的问题，要不然的话就是学校出问题，也就是我们美国或者美国的这个商业模式出了问题，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商业环境变化很大。要不然的话呢，这些公司都是非常好的带引号的学区房，这些学区房你拿着就可以了，不用特别想太多去择时。我就即使用弱择时，也不是每次都能对大概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会分开去看，而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再说英伟达这个地方，很多朋友都去空，我觉得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涨得比较多。但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空永远涨得比较多和跌的比较多，永远都不是买和卖的原因涨得比较多，恰恰说明它强，而跌的比较多，恰恰是因为没人要。垃圾便宜，你去捡吗？不一定。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小的银行，什么 FRC 什么这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在这个地方？它确实波动大，动不动28到50，这中间差了3倍多。你又有多少能力能吃到这一块3倍呢？你有多少能力去买到最低？那中间跌到这儿有人抄，这儿有人抄，这儿有人抄，那后面到底去哪里？我怎么能知道呢？所以这个交易难度就非常大了，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微软非常强。我们说Google 对吧？这段时间反弹也非常带劲，是吧？也非常带劲。就整个都是大科技这种，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这个地方的一个交易的操作。好了，那么最后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然后我的内容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我晚上可能在表达的上面呢，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都嘴瓢了，就是确实是现在脑子呀，已经这一礼拜下来之后，这一礼拜非常的累，我已经有点糊涂了。所以呢，如果有这个疏漏之处，请大家呢海涵，而且请你一定指出，而且有就不同的观点完全没有问题，我都接受。但是如果您是谩骂，或者说就来这儿找存在感，每次怼我找存在感的话，那我就只能拉黑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理解那么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别忘了分享、点赞、转发付费内容免费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